说的是广州的牛马呢？你看，看，多妙呀 ！Oh my god！ 难道只有我一个牛马吗？不好吧？你看，生意难不难做？你看这个广州白云机场，坐了这么多次飞机，从来没有试过这么少人的。你看，找个人都找不到，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，工作人员比那个客人还多，怎么回事啊？资深媒体人黎大宇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口数量根本就不是中共官方一直以来所宣称的14亿，而仅仅只有5亿。黎大宇在大宇拍案惊奇频道中表示，一名来自民政系统的知情者披露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5亿，并且在2025年出现一场高峰，约1400万人因所谓的器官转移而遇害。其中80后群体成为主要目标。中国大陆异议人士、前桂林电视台记者曾建敏之前曾收到内部爆料，指出中国官方人口数据长期存在严重造假。他回顾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时，中国人口是13.4亿，但到了2020年第7次普查，真实人口数据只剩10.9亿，比胡温时期减少2亿多。如今5年过去，知情者指出，中国实际人口进一步跌落至5亿多。近年来，大陆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，中国很多城市曾经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区和商场，如今门庭冷落，一些农村地区的人口也明显减少，整体上比上世纪80年代10亿人口时期还要冷清。关于死亡人数，黎大宇引用内部人士的说法称，2020年至2023年3年疫情期间，中国真实死亡人数达3.9亿，而在2022年底放弃清零后的2年，又新增1.5亿死亡。总计自疫情爆发以来，死亡人数高达5.4亿。爆料还提到一个令人发指的零件产业链。黎大宇指出，许多被归类为心死或脑死的案例，并非疫苗副作用，而是与当局推动的器官移植产业有关。疫情期间的强制措施为器官配对与获取供体提供了便利，使80后成为受害最严重的群体。数据显示，疫情3年期间，80后的死亡率是70后的2倍，甚至比50后还高。殡仪系统内部统计显示，2025年1年被登记为失踪且器官缺失的遗体超过1400万。这意味着，仅因零件移植而死亡的人数，在2025年1年就超过1400万，堪称大规模杀戮。至于爆料者的动机，这名民政系统内部人士表示，自己对中共的信仰早已崩塌，看到一个政府为谋取暴利而系统地伤害自己的人民，尤其是下一代，让他觉得忍无可忍，必须爆料。原来徐汇区啊，这边逛了一下，路上人都没有，太惨淡了吧！中午1点钟，人都没有一个，10几万的房租，这些商家不知道怎么扛下去的。现在的上海不比往年了，烟火气都没有了。上海这是怎么了？人去哪里了？我被裁员了，在5月谈，交接完就让走。我今年29岁，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设计师，刚生完孩子才1年，从来没有想过中年危机这么快就来。和公司协商，给赔付了5个月的工资，现在心里也是五味杂陈，已经要从头开始了，非常的迷茫。有和我一样的朋友，大家都是怎么度过这个阶段的？今天是周日，这是我们上海17号线的一个地铁上盖，当然跟今天天气有关系，今天外面下雨。这是上海哦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这是第2家地铁上盖。我想这个商场更糟糕的是，应该是遭遇了大量的租户撤店的情况。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只有围挡，没有店铺了。2楼以下还好一点，还在正常营业。走到3楼了才发现更可怕，3楼的所有店铺都关掉了。我老公被裁员了，我们夫妻双双失业了，
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真的是不知所措。早上老公还像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，没想到下午开完会就给我发消息说他被裁了。他是在互联网公司做开发的，在这家公司待了马上6年了。这些年工作一直都特别努力，经常熬夜加班赶项目。其实公司这几年一直都在优化调整，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员，没想到这次还是轮到他了。过节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氛围怎么这么差了？你看看这个连卡佛时代广场，这个下面商铺全撤了啊，全都关了，商铺都关了。这淮海路大街晚上这7点多钟，路上都没人，都没人啊？这像是大上海吧？那肯定是啊，肯定是大上海啊。这比欧洲、日本、曼谷都差多了。你看这边也是，商场都在招租啊。我来北京的第2个面试失败了，因为身为年过30、没有结婚、没有小孩的女性，在面试官看来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。其实我还问了 HR， 没有通过是否跟学历还有薪资有关。他跟我说，老板觉得还是工作稳定性的问题。尽管说不结婚，但也很担心。其实面试这个事儿也看机遇和缘分了。目前我后面还没有别的面试，明天呢我也会继续加油投简历，不抛弃不放弃。刚刚上海的有个朋友拍摄的现状，很多的门面房都在出租，根本没有人。现在不仅是县城里没有人，就连大城市里面也没有人了吗？商场里面没有人，马路上也没有人，小区里也没有人，就连曾经最热闹的夜市也变得冷冷清清。那到底人去哪儿呢？难道都躺在家里面锁钱吗？我92年的，34岁了，我感觉我再也找不着工作了。我刚刚面试完，面了一个销售，感觉人家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就是嫌我岁数大，没有销售经验。关键是我本专业内的岗位吧，早就已经投遍了，没有拿到 offer。结果现在销售好像也没戏了。难道我真的要去送外卖吗？太吓人了！之前广西北路南京东路旁边啊，这一排啊，天天在排队的，现在都是空无一人了。房租太贵了，租客压力太大了，全部都空出来了。今天是43岁大厂老公失业的第70天，找工作不顺，谈薪面试遥遥无期。老蒋怎么了？一个面试夫妻俩啊，有1周了都没有联系我谈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其他机会。上周还在庆幸命运转弯，一天收到2个面试邀请，其中一家做机器人的上市公司的项目管理岗位正在风口上，要求硬件软件结合，要有技术管理能力。老蒋能力完全符合，心想是破圈延长职场周期的绝佳机会。博主说，在第1轮技术面试中，老公当天就顺利通过了。随着 HR 安排了第2轮的薪资沟通面试。她老公原本打算适当降低薪资预期，只求尽快拿到一个工作机会。没想到到了约定时间 ，HR 却发来消息，说第2轮面试需要另行安排时间，这一等就是5天，让他们都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她感慨道，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反复徘徊，大概就是中年失业者的常态吧。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今年广州的人好像少了很多，不知道深圳啊、上海啊、杭州这样的城市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刚刚才从外面回来，突然就意识到，不管是坐地铁还是开车，明显感觉到今年广州过完年以后，人流量少了很多，是这10多年来我在广州待的时候是最少的。到底是大家过完年以后就没有回来了，还是说回来了，在出租房里面还没有找到工作？3月份家庭总收入167298。创了历史新高，可看着这笔钱，我和老公却一点都笑不出来。这里面还包含了10几万的裁员补偿金，别人家发工资都是出去吃顿好的，买件新衣服，好好犒劳自己。可对我们家来说，只有心酸和压力，因为这是我被裁员后10年职场生涯里最后一笔工资。从下个月开始，家里就只剩老公一份收入，可这些开支1分都不能少，生活的压力真的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广东已经没人了，街上都看不到几个人，以前那种人山人海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大量的厂房都租不出去，很多大厂都搬走了，有的搬到了东南亚，有的直接就搬回了自己的省会。广东这边压力真的太大了，实体店的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，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反正过完年我是不回来了。北漂15年，39岁被互联网大厂裁员，快3个月了。我没结婚，
房贷加生活费每月6000，被裁员的钱提前还了一些房贷。这段时间投了很多简历，但很少有回应的。现在摆在我面前有3条路，不知该怎么选。第一，把我的油车换电车，跑滴滴，但是换车也是一笔开销，收入不知道能不能覆盖每月的生活支出。第二，摆摊开个小吃店，又怕创业失败，连翻身的机会都没了。博主说，第3个选择是去送外卖，时间相对自由一些，收入也基本能覆盖他每个月的开销。最近他常常因为焦虑而失眠，他感叹道，日子总要继续往前走，可到底该怎么选呢？有没有发现今年广州的人少了好多？我在广州待了10来年，今年广州人是最少的，是不是你们在家里过完年就不上来了，在家里躺平了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们是不是躺平了，不上来广州当牛马了？广州的人少这么多的。从河北农村走到北京的第10年，没想到约好的面试竟然被放鸽子了，一个面试被改了2次。这家公司本来说好面试的，因为领导临时出差改到了今天周四。我现在住在回龙观这边，互联网公司一般在海淀和朝阳多一些，去哪儿也比较方便，1个小时左右通勤就能到了。这边就是房租贵，1个月就得5000多。我这个是2室1厅的房子，我打算后面上班了可以租给同事或者朋友，这样房租压力也能小一点。这人都到底去哪里了呢？花都有近300万人口，现在街上没有人，商场里没有人，写字楼里还是没有人，餐厅里更别说了，工厂里面也没有人，村里更别说，也是没有人。以前中国有13亿人，出门到哪都是人挤人，现在14亿了，反而是到哪都看不到人。那花都这300万人到底都去哪里了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接到被裁员通知的这几天，心情呢也慢慢平复下来了。说完全不焦虑是假的，嗓子都跟着上火疼了好几天。我今年32岁，人到这个年纪，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。被裁之后，我们每个月家庭总收入就直接砍半了，就要靠着老公每月1万的收入养全家了。北京每月房租3200，老家房贷每月一共是4200，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，每月需要大概再支出2000块钱，还有我妈今年12000的保险也没有交。博主说，好在她老公性格比较稳重，得知她被裁员后，他没有催促，反而安慰她别太着急，先放平心态，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，调整一下自己。都发现了吗？上海今年人少得太明显了。我中午下楼吃饭，整条街的饭店空空荡荡。饭店老板说，现在中午吃饭的人少了1半，外卖小哥快哭了，真的。以前一天100把单，现在1半都是奢望。可专家说，今年上海比去年多了10万人，人都去哪了？周末商场买奶茶不排队了，网红餐厅也不用预约了，小区楼下的早餐店、理发店竟然都贴着旺铺转让。北漂17年，失业第79天。初到北京时月薪700，住着地下室，有过被房东儿子背着2天内搬走，坐过4毛的公交，挤过2块的地铁，从半个10号线到满屏地铁网，一晃17年。昨天有人在评论区说，17年了，该考虑换个地方了。这个念头在换工作或者搬家时都会冒出来，但想到要离开，既舍不得又难过。这17年是北京，也是我的整个青春，该不该走，我还在犹豫。上海已经变成一座空城，早上上班人都看不到脚，商铺里午高峰吃饭也没人，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，还干个毛线啊！该回家的不该回家的都回家了，已然成了一座空城。30岁在大厂重度焦虑，狗到被裁员，我拿着赔偿来到了成都，我想找个2线城市安家。我现在租的房子在成都市中心，房租只有北京的1/3，楼下处处是公园，火锅串串扎堆，还有很多便宜又好吃的路边摊。我喜欢这里天黑晚，吃完晚饭后还能出门迎着夕阳逛逛公园遛遛狗。我曾经考虑过要留在北京，可花个200-300万买个老破小，值得吗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